眼前的一切让我神情有点恍惚，这一点都不真实。我感觉就好像看到了天堂之城。大家好，我是博尔菲。这次我要去的城市是厦门。以前我总是主观上觉得厦门是个旅游城市，除了那些知名的景点和我不太喜欢吃的沙茶面，想不出来厦门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能大多数游客来厦门也都是为了去鼓浪屿，鼓浪屿也变成了厦门被吐槽最多的一个地方。总之，我已经去过太多次了，实在是无心再去。但这次我来厦门发现，鼓浪屿绝对没有办法代表厦门。大多数人可能都忽略了厦门是一座如此宜居的城市。如果抛开炎热的气候不谈，厦门的确给了我一些小小的震撼。在厦门这几天，就一直是这种蓝天白云，然后配上厦门这座城市的各种风景，我甚至有点理解了天堂之城应该是什么模样。我的第一站并没有先到厦门岛，而是在翔安区的厦门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停留了一下。为什么停留？就是因为这个建筑。哎呀，这是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好像是。我可是11来的呀。它这个地方为什么一个人没有呢？就是你开放给市民也可以啊！哎呦我去！你看我拍的这个，就是你要站在这儿，你就觉得有点像那个当年那个电影叫什么？皮克斯的《机器人总动员》是吧？就是这儿很奇怪，来这儿就有一种特别高级的感觉。厦门这个很神奇，我以前真没有很好逛过厦门，来了好几次了，鼓浪屿都去了2次了。所以这次我肯定不去鼓浪屿了。你们这个视频呢，我就你们随便翻个鼓浪屿的看吧。真不少。在奥林匹克中心的海边上，我想我已经开始羡慕厦门的人了。这几个钓鱼佬就是在天堂钓鱼啊！这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厦门岛本身就是一处绝美的风景。我看到这个景色的时候，人都傻了，怎么能这么好看呢？我还在地球上吗？这是不是厦门岛最好的风景？我还没过去呢，我还在岛对岸呢。你看这帮钓鱼佬，水都淹到脚底下了。哎。哇，超级平静。我要在厦门，我肯定经常来这，找几个人一支个桌子。真的，这个景儿福州没有，然后泉州也没有。这是河鱼还是海鱼？海鱼啊？那你说？不知道。海里钓它是什么鱼啊？这怎么看着像河鱼呢？这不是海里吗？哎呀嘿，这么大呢！我去，说呢，哎嘿。来厦门的第一站就是一次小小的震撼，当然这只是开胃菜。不过这个风景是真舒服，就看着厦门岛的。游泳，注意安全。人家这个海边还有淋浴头，还是免费的，还有浴池也是免费的。哎，我看看，我都想来这儿洗个澡。啊，真是有浴室。接下来呢，顺便聊聊我在厦门开车的体验。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厦门就是我去过的交通治理最好的城市，甚至没有之一。道路规划非常清晰，很少有让我感到混乱的体验，而且很少有车会在你的周围加塞插队，自然也就很少有在路上听到嘈杂无比的喇叭声了。
难道是厦门的司机都不着急赶路？最重要的一点，这里的道路很多都有规划非机动车道，我基本上是没有看到机动车道里胡乱行驶的电动车的。就这一点，已经让厦门超越了中国99%的城市了。也有可能是因为厦门岛本身并不是特别大，人口也不是特别多，管理起来可能要更容易一些。在这里最贵的地段，甚至有一个停车一天只需要15块钱的停车场，这已经超出了我对一个高级的2线城市的认知了。当然，厦门的漂亮的城市建设，让我在这里的开车体验也快要变成一种享受了。然后厦门这个路呢，右前方进入左侧道路，就是第一，它开的舒服，全是树，视觉上就很舒服，你们看。然后呢，它也，它不乱，它就不会让你，就这边的车速也不是特别快，大体上还是很舒服。加上这个电动车少嘛，你就电动车少又带来给它，你开车就是变得很惬意，就不会慌。对吧？你看旁边这个有专用的电动车道，它一般来说不会开到这个，不会开到主路上的。云顶北路方向。然后主路也很宽啊，你看现在这个，就非常的。昌大桥，云顶北路方向。接下来我来到厦门最贵的一个区域，就是五缘湾了。因为地缘、血缘、文缘、商缘、法缘这5缘而得名，这里的旧称叫中宅湾。为什么叫中宅呢？一会儿我们就知道了。这里有湿地公园，这里有游艇中心，如果你住在这里，甚至楼下就有海水浴场可以游泳。我在这里的公园深切地感受到一种什么是花园城市的感觉，这还不是那种你在旅游城市的感觉。这里的公园并不是刻意营造出那种酒店的园林设计，而是你住在这里每天都可以享受到的鸟语花香的舒适。而且厦门其实人口并不多，这种体验就更加舒适了。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以前老听海滨城市，其实是有这个概念的，但是我觉得我只有来厦门才能感觉到什么叫真正的海滨城市，就是你要把这里弄成就是真正的有这个海滨城市的样子，什么公园啊、海边啊、沙滩呀，这个确实得花点功夫。我觉得厦门人肯定是有这个心气儿去打理这里。就是你在厦门这么晃悠，随便找个地方晃悠一下，就挺厉害的啊！我以前确实没有仔细逛过这个地方，是什么旅游的时间来的，什么11啊、5一啊，那个体验可能就谈不上有多好。但是你要真的住在这里，你看这公园。如果你对花园城市没什么概念，我觉得你完全是可以跑到厦门来感受一下。这涨潮了，所以就淹在水里了，还是一直就是淹在水里了。这个我也不知道我拍不拍得出来啊，就是你说这桥吧也没什么特别的，但是呢你往这一站，哎，它就是一处景儿。走在这里最奇怪的一点就是厦门怎么就没有被列为最宜居的城市的热门清单里呢？这时候我想起来查一下房价，这个五缘湾附近在当下这个时间点最便宜的价格依然在4-5万块钱的均价。看来这样的生活环境一定需要匹配上经济实力才行，而有了这种实力，停在这里的一大片游艇也变得非常自然。这还有一个游艇俱乐部。估计我们这个凡人就先不考虑上去了。哎呀，我才40多岁啊，我可以努一努，是不是？我再努一努也可以。人生要有梦想，知道吗？万一这里是五缘湾沙滩，你不用开车去很远的地方，
就能在小区的周边或者开车几分钟就可以到海里游泳了。严禁下水，哈哈，小沙滩。厦门的这个沙滩啊，就在市里面，它不像你得去什么开到外海去，它到处都是沙滩。这还真方便啊，就是没有那么干净而已，就这个沙子没有那么。街道河源社区提醒您，海边游玩请注意潮汐变化。你看他们的海边是在市区里面，不要让孩子离开视线范围。旁边全是。就等于是你要是住的这个岛里面，出门就是海，所以我说这是真正的海滨城市。不要让孩子离开视线范围。这海边就是你家后院，就等于是，而且没什么人。这个五缘湾附近还有一个隐藏的景点——中宅民俗文化园，实际上就是中式宗祠。或许这就不是一个景点，你看这外面还是一个工地的状态，但我个人觉得非常值得一看。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甚至自媒体上也很少有介绍，所以我来到这里的体验就完全是一种惊喜。原来我以为厦门只有什么，就是太多人宣传这个鼓浪屿了。哎呦我去，这个真是好看呀！贴金哈，哎呀，我的妈呀！王爷宫、王公宫、蓝海宫，我去！中宅社区是厦门岛内唯一的少数民族社区，居民以畲族为主。曾经的中宅湾就是现在的五缘湾，是过去中宅村民世代居住、耕作和晒盐的地方。宗祠承载了这一地区数百年的家族历史和文化记忆。时至今日，中宅社区每3年或者4年都还会有送王船等传统民俗活动。这个宗祠就是巡游队伍途经和聚集的重要地点。虽然宗祠在东南沿海非常多，我也逛了不少了，但这个大概是我看到的建筑规模最大、最夸张的。走在这里面啊，完全可以用奢华来形容。我想以后哪个游戏或者电影需要借用东南沿海地区的内容，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素材来借用。我走出来的时候依然在纳闷，这么好看的地方居然从来没有听说过，是不是宗祠这种特有的祭祀场所并不适合大范围宣传？我到现在也不得而知。哎呦，这是真好看啊，简直奇观啊！这是这里面最大的，我都没见过这么下血本的。哇，大慈大悲，我的藻井，惊人啊！哇，就皇宫一样的感觉。记着啊，你们来厦门的时候一定要来这个地方啊！这个中式宗祠搜一下，太壮观了。它这个门非常小啊，你们很容易错过去啊，根本不是一个景点。然后一定要看清楚这个，再进来。接下来就是一些耳熟能详的地方，沙坡尾肯定是要来的。这里是老厦门港的起源之地，早在明代以前就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而成为重要的港口。这里还保留着当年很多港口的痕迹，供游客参观。
这现在的沙坡尾早已经没有原来的功能，变成年轻人的潮流文创园。我想这多半要归功于旁边的厦门大学，要不是有这么多的年轻人，不会真的有那么多游客专程跑到这里来购物消费吧。沙坡尾的核心是其著名的避风屋，从清代起就作为渔船停泊、躲避台风的场所，是厦门渔港文化的直接见证。现在这个避风屋成了一处景点，虽然我个人对这种典型的旅游景点并不是特别在意，不过这里的人文特色的确保留得很好，年轻的元素和老旧的街道融合的恰到好处，仿佛这个街道在这样的时代就是应该现在这个样子，一点也不违和。我很庆幸厦门没有把这些老旧为了所谓的市容市貌刷上新漆，或者直接一拆了事。现在这样，再加上这些本地的老人们往这里一坐，就是活脱脱的历史文化街道的最好诠释。所以我在我之前的节目一直在说，老人很重要，一定要保护好老人。沙坡尾旁边还有一个演武大桥的观景平台，能看出他们为了保护这个沙坡尾的港口，把路都修到了海上。现在这个桥又给这片海增色不少。而我总是对那种真正的生活味更感兴趣，就走到了沙坡尾的后街，看看本地人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正好赶上了孩子们放学，他们都挤在这个老破街道的亮堂堂的便利店里叽叽喳喳。这些老旧但非常干净的街巷里挤满了人，我想这才是真正厦门的味道。时间并没有改变厦门，而是让厦门原本的历史上增加了更多瑰丽的色彩。好了，这一天满当当的，结束的时候，我准备再挑战一下我的嘴，就是吃一次我不爱吃的沙茶面。因为不喜欢鱼味儿，我点了一个牛肉的沙茶面。其实也不能说沙茶面不好吃，只是我这次吃完非常确认我为什么不喜欢吃了。第一，我不爱吃麻酱，我在北京吃火锅就从来不吃麻酱，而是自己做小料。第二就是我不爱吃鱼丸了，沙茶面里你点哪个品种都要放类似于鱼丸之类的海产品。反正吧，我是和海鲜无缘的一类人了。不过这么一碗面要30多块钱，即使放在景区还是有点离谱的。下次还是带你们吃一次我喜欢吃的四川火锅吧。接下来我准备一笔带过一些内容，因为这些都是对于熟悉厦门的人来说已经耳熟能详的，包括鼓浪屿。而我真的感到惊讶的是，在集美学村的一个下午，我上次不是拍了所谓的中国最美大学吗？你们都知道是在哪儿吧？但我来到集美后，我觉得那个学校并不如集美，而集美学村的风景简直就是像建在海上的城市一样。当然，这都要感谢陈嘉庚，让这里所有的建筑都有了属于自己的风格。这种混搭中欧南洋的风格的建筑，加上这种蓝天白云，让我在逛集美学村的时候有一种特别抽离现实的感受。我觉得它风格特别浓，就是比有的那种地方上的博物馆看着还反。
就是这些闽南的建筑一到厦门来，就看着特高级。你看前面一滩水，我的妈！就是他们对这些做出贡献的人有多么的在意。这个矗立在海边的集美解放纪念碑和陈家根墓一定要来，那种漂浮在海上的神圣感，只有你站在这个纪念碑下才能感受得到。我想当年这些建筑的设计师真的是奇才。就是过去做了些什么事情，然后都把它放到这里，丰功伟业，厉害！我靠，这个集美这个地方太震撼了，这我还逛了一点呢。你看，集美大学、集美学村都在这儿，然后陈家根的博物馆、纪念馆还是博物馆？纪念馆。然后旁边跨海大桥，我去，这个地方太牛了，这。集美学村非常大，我这半天也不可能逛完。如果你们有机会再来厦门，一定要住在这附近，好好感受一下这里的氛围。这时候我的确有点羡慕在这里上学的孩子们了。我逛完这些地方后，已经快要把厦门划入到中国最好的城市之一了。当然，厦门的好不能只是这些重要的地方。如果你深入到厦门的生活中，你就会觉得厦门真是一个面面俱到的城市。你说住的附近随便找了一个地方，这环境是吧？这很高级，烧酒、日料。篮球馆，哎呀，觉得你住在厦门就这怎么都很方便。那人家这个很普通的一个社区，就是我还不是一个什么特别有名的地方。我住在龙山文创广场附近，晚上这样的街道几乎有你需要的所有的临街商铺。从咖啡馆到精酿吧，各种小吃、烧烤、麦当劳、便利店，甚至还有这样精致的服装店，晚上也在营业。这装修，这小逼格，是吧？就是高级，你懂吗？哎呀，有只蟑螂。刚说你这好呢。那南方蟑螂可是躲不开。各种精致的店面，加上干净有设计感的街道，走在这样的社区中，处处体现出一种高级感。而这种高级感，的确在中国很多城市中并不多见。拿破仑是什么？西饼。好了，我在厦门的最后一天，随机找了个海边的公园——海湾公园。我想估计这里不会有任何游客会专程跑一趟这样的公园吧。据说这个土堆的作用是用来观景和视线阻隔的。
或许土堆在过去的年代并没有什么好的寓意，不过在我看来，这个造型奇异的土堆让这个公园一下就脱离了普通公园的设计感，甚至带有某种仪式感。我想这大概就是他们选择在这里拍婚纱的原因吧。总之，在这几天不断的高级感冲击我的大脑后，对这样的景色也已经习以为常了。而到现在为止，厦门的这种高级感从来就没有让我失望过。我的最后一站就是中山路了。来这里的目的并不是想要逛这个商业化严重的步行街，而是在这里的老街道去感受一下老厦门的氛围。结果就是非常满意。这里的建筑并没有因为保护进行破坏式的修复或者重建，他们还保持了他们该有的味道。老厦门人依然在这里生活，并不会因为中山路步行街变成旅游景点，让他们的生活有什么不一样。你们看这个极致百货，其实并不像它表面上看起来那么沧桑，它是故意做成这种很陈旧的感觉，这又是一处高级感的体现。而这个思明戏院可是一个1927年建好的货真价实的古董，马上就100年了。不但是古董，而且现在它居然还在运营，这可要参观一下。不过里面的确没有什么老古董的感觉了，休息区还放着游戏机可以玩，看来老建筑依然要适应新的市场需求。中山路对厦门依然重要，这不只是为了游客可以来游览的景点，而是厦门历史的缘由，也是厦门人可以怀念过往的重要依据。厦门无论现在看上去有多新潮或者繁华，都离不开这条老街带给厦门的那种底层的味道。而真正珍惜自己的历史，一个城市才有属于自己的文化根基。罗马如此，京都如此，上海如此，当然厦门也做得非常好。厦门真是一个我想称之为完美的城市。这么一大圈下来，厦门的确已经改变了我之前的印象。这个城市不大，但它几乎做到了面面俱到。如果抛开由众多自带滤镜的游客涌向鼓浪屿的热潮不谈，厦门几乎把一个城市能做到的所有都做到了。城市管理、人文历史、烟火生活、居住环境等等等等，我现在都想象不到这几天在这里生活有任何不适感。厦门和福建的其他城市还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这里并不只有闽人，还居住了大量的内地移民。在过去10年，厦门是福建吸引外来人口最多的城市，非户籍人口几乎占到了厦门常住人口的1半。我想这就充分证明了厦门的吸引力。厦门其实是一座移民城市，在厦门，阳光、椰树、大海、海滩、栈道、极尽奢华的宗祠寺庙，走在哪里都能看到亮色的建筑，满城的漂亮的植物，还有厦门人那种慢条斯理的闽南语调，我脑子里只有用天堂之城来形容这里。这就是我对厦门的评价。我想大家以后来到厦门，完全可以不用挤破脑袋去鼓浪屿。这并不是说鼓浪屿不好，而是你会发现整个厦门岛就是一个可以让你感受到极致城市之美的地方。好了，我是博尔飞，谢谢大家。